公元1215年，金宣宗贞佑3年，是世界史和满洲历史上划时代的一年。1215年5月31日，原金帝国大将，现在的蒙古帝国征金统帅石抹明安，引导蒙古军攻克金帝国中都燕京。石抹氏即契丹萧氏，也就是女真舒木禄氏。中都的陷落意味着金帝国的版图被腰斩，大金皇帝统治的中国地区与满洲彻底失去联系。1215年6月15日，在英格兰，吴帝王约翰被迫与国内贵族签订大宪章。6月21日，英国国会的前身英格兰议会成立，将人类宪政民主代议政体推进了一大步。大宪章代表的宪政实际就脱胎于欧亚大草原封建性贵族民主和军事民主，例如希腊罗马的广场民主、共和民主，日耳曼人的部落代议制度。同时代的内亚地区，满洲本土仍然保留有满洲式大宪章、伯吉列制度和蒙安谋克的封建组织形式。蒙古各部则有忽里勒台贵族大会，类似还有契丹的选韩制度。这种封建性社会组织才是宪政的天然孵化器，而不是舍本逐末，如中国人普遍认为民主制度可以反过来改变社会结构，甚至凭空创造自由。万分不幸的是，满洲恰恰与中国相邻。自秦帝国灭亡东亚各国以后，中国就逐渐消灭了封建性和社会本身，走向大一统的集权体制，成为一具万年僵尸。满洲和内亚往往受到影响和诱惑，屡次误入歧途，为其续命输血，付出惨痛代价。1215年10月，金帝国大将蒲仙万奴在满洲自立为天王，国号大真，年号天泰。满洲本土的诸多蒙安谋克纷纷响应，摆脱了文化政治上完全中国化的大金帝国，建立回归满洲本土传统的大真帝国，史称真朝。真即女真，也上承渤海帝国的原国名镇国和金国，也称东真。可能中国史籍传抄错误，将真抄写成夏，于是中国也称大真为东夏。大真天王蒲仙万奴为女真贵族，也写作完颜万奴，是继耶律大石逆境复国的又一位满洲大英雄。蒲仙万奴在伊尔汗国宰相拉什德丁著作史籍中被称为东真大石。史籍是世界上最早的全球史观著作，记录了西起英格兰东至满洲的全球史。1206年，南宋罔顾金宋合议，趁金帝国与新兴的成吉思汗在北方作战，在背后发起突袭，即所谓的开禧北伐。南宋集结大军16万，不宣而战，对金帝国发起突然袭击。作为完颜萨部的副将，蒲仙万奴献计击败南宋中路军统帅黄甫斌。南宋的开禧北伐以惨败收场，并随即演变成了金帝国的太和南征。宋人肝胆俱裂，不得不献上主战宰相韩托胄的人头，祈求金军罢兵。1211年，成吉思汗统军南下，蒲仙万奴参加野狐岭合战，
金军不敌蒙古大军，从此帝国走向衰亡。1213年，蒲仙万奴被任命为咸平路招讨使，征讨归附蒙古的东辽王耶律刘哥。次年又晋升为辽东宣抚使，成为金帝国在满洲数十万军民的最高军政长官。耶律刘哥为契丹贵族，不满金帝国末年的暴政，愤而起义，在辽东形成独立王国。1214年，蒲仙万奴统帅的金军被东辽蒙古联军击败，耶律刘哥占领辽东，以咸平为中京，建立臣属蒙古的东辽王国，年号元统。1215年，东辽军在蒙古强力援助下攻占东京辽阳，蒲仙万奴所部家眷，包括王妃李仙娥被俘，遂率领部众10万东迁退守渤海女真故地，以南京为中心，形成满洲独立的政治中心，并逐渐北上，控制今上京等地。耶律刘哥的副将可特哥意图强娶蒲仙万奴王妃李仙娥为妻，这引起了成吉思汗的不快，因为成吉思汗的妻子也曾经被人抢走，且此时东真与蒙古关系已经开始缓和，不欲节外生枝，因此派人责问可特哥，要将其治罪。可特哥大为恐惧，遂与耶律刘哥的弟弟耶律思布一起发动叛乱，谎称刘哥已死，杀死300名蒙古使者，恢复大辽帝国的国号，史称后辽。成吉思汗大怒，派遣军队联合蒲仙万奴的大真、耶律刘哥的东辽以及高丽的数十万援军，合力攻击后辽叛军。后辽内部矛盾重重，互相攻杀，内外交困，3年内就山穷水尽，灰飞烟灭。蒲仙万奴也夺回家眷，并对蒙古称藩。蒲仙万奴在辽东豪族名士如渤海人王惠等人的辅佐下，以满洲本土的蒙安谋克和各部族封建忠诚为基础，恢复了满洲的文化政治传统，使得满洲摆脱了中国式的内卷灾难，重获新生。王惠为咸平人，是包括元好问在内的许多文化名人敬仰的宗师级大谋主。金帝国时期屡次征召其入仕，均拒绝出山。直到蒲仙万奴回到满洲，王惠谏言献策，明言金帝国已经陷入中国深渊，面临灭顶之灾，力劝蒲仙万奴以女真渤海故地为依托，蒙安谋克为组织，称王自立，富国安民。蒲仙万奴遂拜其为宰相。在东真与东辽一北一南的治理下，在蒙古帝国宽松的封建体制下，满洲远离了东亚的烽火连绵、洪水滔天，得以休养生息。但蒲仙万奴仍有与蒙古帝国并立的雄心。1224年，蒲仙万奴趁成吉思汗西征，公开称帝。但大势不可逆转，13世纪注定是蒙古帝国的世纪，欧亚所有国家都不是蒙古帝国的对手。1233年，窝阔台遣其子贵由率军攻占南京，蒲仙万奴被俘请降，去除帝号，满洲全境成为蒙古帝国藩属，年号由天泰改为大同。大同是满洲历史上3次出现的年号，分别是辽太宗、
东真万奴王和满洲国。但东真、东辽两大王国仍然保留内部自治，蒲仙万奴的子孙和耶律家族仍然世袭蒙古和元帝国的地方军政领袖。1234年2月，蒙古留100余骑于东真，余皆隐还。1235年设开元、南京2万户府，由东真国王兼任。东真王国的最晚可考记录为1294年，至少存在了79年。大真作为大金帝国的延续，与西辽作为辽帝国的延续如出一辙。东真王国也延续了满洲国家的五经制。五经制意味着东真王国继承了联邦共主的满洲传统，满洲国家历史是完整连续、有序传承的。13世纪以后，东真王国的部分部众北迁至黑龙江上游，以雅克萨为首都，建立了索伦汗国。索伦即通古斯语的东方，意味着索伦汗国来自东真王国。索伦汗国居民主要有索伦人、鄂伦春人、达斡尔人、布里亚特人，直到1641年被大清太宗皇太极编入满洲八旗。蒙古部起源于满洲的四大民系东胡的北支，融合了部分突厥系族群，其前身为士维，与鲜卑、契丹都属于蒙古语族群，发源地在黑龙江流域上游和呼伦贝尔草原。契丹蒙古的同源关系与渤海女真的同源关系类似。南蒙和东蒙地区的蒙古各部多为契丹旧部，蒙古国旗至今仍然含有契丹国旗日月图案。满洲蒙古具有特殊的渊源，特别是满洲东蒙地区往往合称为满蒙。封建关系类似于英格兰与威尔士，是同属内亚和东北亚的联邦式共主帝国。蒙古帝国则是横跨欧亚大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陆地帝国。在野狐岭之战，蒙古击溃金军主力的背景下，中国立刻背弃盟约，宣布取消和议规定支付金国的税币。由于按照和议，宋国为金国的臣属，这种背后冷箭的行为引起金帝国的反击，金宋之间爆发了大规模军事冲突，进一步消耗了两国国力。南宋随后又固态复萌，丝毫不汲取联金灭辽的教训，转而联蒙灭金。1234年2月9日，蒙宋联军攻破金帝国最后的首都蔡州，金哀宗完颜守绪自杀殉国，即位6个小时的金末帝完颜成林也在城破后战死，成为东亚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大金帝国灭亡，共历实帝119年。孟拱率军队载着金哀宗的部分遗骨回到南宋都城临安。金国灭亡，宋国朝野立刻陷入了狂欢之中。随后，宋理宗又迫不及待地派遣大军实施收复河洛地区的行动，史称端平入洛。但河南地区并未在联盟条约中明确归属，而是蒙古希望保留的非军事缓冲地带。中国这种单方面打破平衡，以军事力量进入中立区的行为，实际等同于宣战。7月，
当宋军穿越荒芜萧瑟的河南平原，从黄泛区泥泞中跋涉来到汴京时，发现记忆中100万人口的繁华城市只剩下居民几千人，洛阳城只剩300户，和鬼城无异。拜宋国绝河造成黄河夺淮入海所赐，以及宋国历次北伐联蒙灭金的战乱，河南地区沿途几乎没有人烟，宋军得不到任何有效补给，必须千里运粮。宋军数万先头部队在断粮的情况下，被闻讯回师的蒙古军迅速歼灭，其余宋军悉数溃逃。典型的中国式军事外交行为，荒唐的端平入洛，就以惨败告终。1234年年底，蒙古使者来到临安，谴责宋廷败蒙。1235年春，大汗窝阔台遣皇子阔端和屈出讨伐南宋，蒙宋战争全面爆发。由于这一时期蒙古帝国的主力部队全部在进行西征，而且并不担心宋国能够实施有效反击，所以蒙宋战争节奏比较缓慢，前后进行了40余年。1271年，成吉思汗之孙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帝国，开始集中力量征伐南宋，宋国节节败退。1279年3月19日，幽燕名将张弘范统帅的元军在崖山海战中彻底消灭了宋国的残余力量，标志着中国历史上首次彻底成为内亚帝国的一个行政区域。以金哀宗遗骨为战利品的宋理宗，在身后也没能逃脱历史的诡异轮回。宋亡后，僧人杨连真家发掘宋国皇陵，将理宗的头盖骨做成法器骷髅碗，献给其师父，即大元帝师大宝法王八思巴。同时期，元帝国也结束了自8世纪以来东亚的多国体系，征服了除日本外所有东亚国家和东南亚国家。欧亚大陆上，除了西欧和叙利亚以西地区，都依次成为蒙古帝国的臣属。由于蒙哥汗病逝后，忽必烈自立为大汗，并非经忽里勒台大会正式选出，因此代表贵族势力的阿里不哥、海都和4大汗国中的3个都不承认忽必烈是蒙古帝国汗位合法继承人。但忽必烈占领中国之后，在耶律楚材等人的运作下，开始获取大量税赋收入，在财政上取得巨大优势，因此在充分物质支持下，发动蒙古帝国的内战，击败阿里不哥，以武力夺取大汗的地位，从而败坏了内亚的贵族民主制度，走向中国化集权国家。类似的情形在后来的历史中一再重现，也一再证明，在邪恶的文化传动驱动下，中国的财富既不会用于民生，更不会用来让世界变得更好，而总是会用在扩大集权帝国统治、破坏社会自发秩序、打破政治生态平衡的作恶上。今天西方民主国家的乱象，恰恰也是全球化以来因为中国用无数血汗奴工创造的巨额财富输送，打破了西方社会原有的平衡，极有可能成为终结人类文明的致命病毒。由于忽必烈不是合法继承汗位，各汗国一度不再以元帝国为宗主，
因此蒙古帝国实质上已经解体。元帝国是一个重新建立的国家，只相当于蒙古帝国的东部地区。1263年，忽必烈升开平为上都，其后忽必烈定都燕京，改上都为下都，做避暑行宫，夏天在这里处理政务。这一两都轮换的传统与辽帝国皇帝那波的传统是一致的。上都是作为控制内亚帝国的行政中心，而大都则主要为管理中国地区的行政中心。这一传统同样也为大清帝国的承德京师轴心所继承。元帝国统治前期，由于蒙古征服整个内亚，广泛设立驿站，西起亚速海，东到契丹的广袤欧亚内陆，商路安全畅通，贸易繁荣，史称蒙古和平。中国地区被分为契丹省和蛮子省。契丹省 Cathay Provinces 指原辽金帝国统治的版图，特别是河北、燕晋等地区。这些地区自五胡16国以来的9个世纪里，一直属于内亚帝国的控制范围，特别是辽帝国的统治，语言音系和用词高度阿尔泰化，因此使用汉儿言语的人群都被称为契丹。如高丽时代韩半岛学习燕辽语言的教材叫做老启大，启大就是契丹的另一种写法。蛮子省 Manji Provinces 指原南宋国统治区域，特别是江南吴语区，是帝国粮食和税收的主要来源地。由于内亚各国遵循习惯法体系与中国的成文法不同，蒙古人和色目人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各族群遵循各自法律。这一点被对国际法缺乏了解的中国人曲解为压迫。实际在中国自己的内殖民时代，也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观念，只是在13世纪时，中国人已经高度同质化，社会高度扁平化，因此中国文化对片面的平等极为重视，对真正的自由却毫不珍惜，并且据此认为元帝国存在歧视性的4等人制度，实际也是一种误读。元帝国时期，户口只存在蒙古人和非蒙古人的区别。作为征服王朝，蒙古人作为统治阶层当无疑问，但并无任何证据表明非蒙古人之间存在人为制造的不平等。相反，元帝国延续了辽金满洲内亚帝国的宽松管理和兼容并包的胸怀，对各种宗教思想都极为宽容，不追求控制一切的集权统治。元帝国开创的行省制度即体现了权力下放、制衡的制度设计。明太祖朱元璋也不无讽刺意味地认为元以宽施天下。从金代开始，为了供应金中都的大量人口，需要从河北、山东等地调集粮食，因此创造了漕运。元帝国定都大都后，则从江浙一带运粮到大都，但此前的大运河是以洛阳为中心向东北和东南伸展的，而河南地区由于宋军杜充决河造成的黄泛区和持续战乱，已经形成大片无人区，失去了战略和经济价值。为了避免绕到洛阳，遂对旧运河裁弯曲直，元帝国修建了冀州、会通、通惠等运河，
形成了今天中国的京杭大运河。杜充决河制造的黄泛区和大规模战乱，不但使河南地区河洛语人口清空，也造成了金元两大帝国难以根治的水患。杜充决河之后的黄河，如同被人为切开的大动脉，成为所有黄河流域治理者的梦魇。此后的黄河，3年2决口，100年1改道，朝不保夕，洪水滔天，是此后7个世纪黄河下游地区的常态。黄河成为一条难以治理的河流，完全是中国式农业社会和中国文化政治传统造成的。在中国的先秦时期，黄河流域曾经覆盖有大片森林湿地，曾经是悠悠鹿鸣、食野之苹的生态风光。河南也称豫，历史上曾是大象的栖息地。但中国社会在周秦之变以后，采用耕战的总体战策略和集权扩张的大一统主义，以严密的编户齐民手段榨取农业社会的全部生产力和财富，穷竭地利，耗尽资源，黄河流域的森林和草原逐渐消失。曾经森林覆盖率达80%的黄土高原开始剧烈的水土流失，无法恢复如初。下游则在黄河频繁泛滥改道的灾难中挣扎。中国官僚系统只能头痛医头，采用修建堤坝围堵的方式控制。但随着泥沙淤塞，黄河河床逐渐升高，于是黄河下游成为地上悬河的奇观。而每当满洲、蒙古等内亚帝国管理中国北部时，发展封建庄园经济，客观上抑制了中国生产生活方式对生态环境的过度破坏，黄河往往能够得到一定治理。但随着征服者王朝中国化的加深，生态环境的矛盾重新凸显，于是又进入下一场治乱兴亡的轮回。而元帝国继承了中国式传统，即官僚系统和财政扩张，滥发纸币，造成严重通货膨胀。同时，黄河治理造成了黄泛区及周边民众的困苦加剧，社会矛盾和经济危机愈演愈烈，元帝国很快走向末路。1344年5月，在连续20多天的暴雨之后，黄河堤防大规模决口，平地水深达到6米。河南、山东、安徽、江苏等地形成千里泽国，同时蒙古和平下的欧亚全球化，畅通无阻的交通和商业往来，也使病毒可以更方便传播。14世纪席卷世界，造成上亿人死亡的黑死病也侵袭元帝国，在大洪水的基础上雪上加霜。中国人迷信佩戴红布可以辟邪驱病，红巾军由此而来。1351年，以中国式宗教白莲教教徒发动红巾军暴乱。与历史上的黄巾军、后世的太平军等一样，红巾军也起源于中国化的宗教。白莲教结合了佛教净土宗、摩尼教等关于弥勒崇拜的内容，经过中国文化传统的扭曲和变异，结合中国社会特有的暴民政治传统，往往形成比洪水更加恐怖的人祸。白莲教主韩山童自称弥勒降世，弥勒源于印欧原始宗教的密特拉信仰。在雅利安原宗教中，火、光明、太阳的崇拜
都与主神密特拉有关。随着上古雅利安人的大迁徙，密特拉信仰在波斯形成了祆教、摩尼教。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将密特拉信仰带回欧洲，恰与希腊罗马太阳神同源，遂形成欧洲的密特拉信仰。在印度，雅利安人的经典吠陀写作密多罗，为光明之神。在以色列地区，密特拉一词则演化为弥赛亚，成为高级一神教犹太教的源头，也成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宗教基督教的源头。而在中国这块吊诡的土地上，密特拉宗教很自然地异变为白莲教式的农民起义。同样的种子，在不同的水土上，结果千差万别。红巾军又称红军，暴乱发动地点在安徽北部。这一地区恰好是黄河、长江、淮河三大河流流域的交集，堪称三重大洪水之地，同时也是黑死病的重灾区。自杜充决河以来，这一地区作为核心黄泛区，已经失去了有机社会组织，只剩流民和小农在贫困和灾难中度日。在14世纪黄河的大泛滥中，这一地区同时形成了暴民的洪流。各路红巾军残暴嗜杀，经常以人肉为军粮，称之为响肉。黄泛区流民首领黑死病的幸存者朱元璋手段最为狠辣，在群寇的互相吞并中崛起。1364年建立吴政权，1368年又改称大明，朱元璋视为明太祖。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其他王朝，大明这一国号来自于白莲教和其起源明教的弥勒降生明王下世的预言，同时也附会易经大明始终。而元帝国的蒙古贵族对糜烂不可收拾的中国地区基本丧失了耐心，因此当至正28年1368年9月，朱元璋的明军北上进攻幽燕地区时，元顺帝妥欢帖木儿放弃了大都燕京，退到上都，大量忠于元帝国、对即将到来的中国暴民恐惧的人们追随着顺帝北迁。幽燕地区在汉晋帝国解体1000年后第一次沦陷，完全被中国暴民政权控制。朱元璋的中国军队控制大都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实施种族隔离政策，同时对内亚各族群强制同化，禁止蒙古色目人自相通婚，禁止各族群原有的语言和姓氏。同时，由于明帝国自己利用宗教发动暴乱，因此朱元璋采取了极为苛刻的打压宗教政策。明帝国还大兴文字狱，建立专业特务组织，严密管控人们的一言一行。中国地区各族群陷入了空前黑暗的时代。元帝国虽然放弃中国地区，但仍控制着内亚，并保持了对满洲的宗主权。放弃了中国的元帝国也称北元。尽管元帝国一度走向中国化，但内亚的蒙古、突厥系各国并未放弃固有的民主传统。忽里勒台大会仍然以实际的议会形式继续存在于很多内亚国家，如蒙古国的大呼拉尔、东突厥斯坦的世界维吾尔人大会，其词源都源于忽里勒台。与蒙古突厥类似，
契丹的选韩制度也是在8部首领中通过贵族民主产生共主。从女真到后金的伯吉列制度，则是东北亚特有的贵族民主。伯吉列也就是贝勒的另一种写法。伯吉列议事和后金时代的八王议政都是满洲中古时代的议会制度。在金元帝国统治下的中国，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再封建化，即分封藩属、地方自治，以及类似西欧的封建庄园，而不是中国式的编户齐民、流官吏治。但东亚农业区的集权式大一统国家建构对满洲蒙古征服者的影响更大，最终都不约而同地走向中国化，从而重复大一统的社会灾难和帝国解体时大规模的人口灭杀。放弃了中国地区的元帝国与中国的明帝国围绕东亚的霸权持续展开了长期战争。明帝国组织进行了8次北伐，其中1388年第6次北伐由蓝玉率领的明军在满洲西部贝尔湖附近重创元军。从此，元帝国逐渐不再采用年号和大元的国号，而只称大蒙古国。蓝玉随后在朱元璋的政治清洗中被剥皮杀死，其人皮被各省公开展示达200余年，而随之被酷刑处死的人达到数万人。中国类似的政治清洗数不胜数。但在1449年的土木堡之战中，蒙古军歼灭了明军全部精锐和大部分军事将领，俘虏了中国皇帝明英宗。明帝国的扩张态势被遏制。继汉帝国1000余年之后，中国又开始大规模修建长城。明帝国以黄泛区暴民流寇和中国式邪教起家，是自近代灭亡以后唯一一个纯粹由农民暴动和中国流氓无产者建立的王朝，是中国中的中国。因此，其方方面面都将中国式社会灾难和生态灾难推向极致，成为中国性、中国文化政治传统最典型的标本。例如中央集权、穷兵黩武、思想审查、特务统治、宗教迫害、强行同化少数族裔、贸易管控、沙文主义、皇权膨胀、严刑峻法等等。明帝国也是黄河水患最严重的时代。明帝国存在276年，黄河泛滥143次。为了一些荒唐的理由，如为了避免藩王陵墓被淹，往往选择淹死大量民众。宰相张居正为了扩大耕地面积创收，竟将长江流域存在几万年的云梦泽排干，此举也导致长江的水患更加严重。明帝国还将宗室包养起来，作为纯粹实力者，这些宗室及其后代达到100万之众，对财政造成了空前的负担。而且中国一如既往地印发无毛货币纸钞，但短短几十年就无以为继。由于中国永远热衷于建立万邦来朝的中央帝国，因此以元帝国为宗主的满洲地区也开始受到中国的频繁骚扰，特别是民国渗透和侵占南满地区，设立大量军事据点，逐渐建立了以中国化满洲人和蒙古人为主的辽东铁骑和关宁铁骑等驻军。中国从元帝国的统治中独立出来，
并未恢复到宋国时代与东亚各国和平共处，却妄图做到满洲和蒙古才有能力做到的大一统帝国，以东亚的农业社会建立领导一个拥有内亚版图的普世帝国，这无疑是自不量力之举。元帝国解体，中国获得独立的同一时期，满洲东真王国故地的继承者为元帝国辽阳行省5万户。辽阳行省即满洲地区，岭北行省则为蒙古地区。这两个地区与中国18省的治理模式完全不同，各部族仍然享有充分的自治权利和政治自由。5万户脱胎于横贯欧亚大陆的黑貂之路的枢纽五国城和当地的五国部，是满洲数千年间貂鹿贸易的实际主导者。5万户中的胡里改部、托温部、沃朵里部自松花江流域的三姓地区南迁至昔日渤海国的建州地区，逐渐形成建州女真。建州女真就是创建渤海国的肃默默节后裔，是高王大作荣的子孙。相传在满洲长白山的一座火山湖名为布勒湖里池，有3位天女在池中沐浴，其中小妹佛库伦吃下诸果，遂怀孕生下爱新觉罗氏先祖布库里雍顺，号称天童，所以其后代也有部分以童为姓氏。布库里雍顺的吃诸果诞生童话与高句丽始祖东明王高朱蒙从卵中出生的神话一致，与殷人燕族的简狄吞玄鸟卵生始祖谢的神话也一致。这是满洲和环渤海圈文明同一起源的标志之一。布库里雍顺沿江来到伊兰地区，被拥戴为贝勒。贝勒也就是女真对王爵的称呼伯吉列的另一种写法。这一传说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就是元帝国时期的东真王国，反映的历史就是一部分东真贵族北迁，在三姓五国部地区建立了新的王国。1403年，民国为了分化满蒙，在南满设立建州卫，用以渗透满洲。海西女真人亦什哈作为翻译，为明帝国出使北满，长途跋涉，艰难来到黑龙江出海口地区，用丰厚的财货拉拢各部族首领，四处撒币，以求明帝国在对蒙古发动战争时，满洲保持中立。为了支持这场类似郑和下西洋的探险活动，明帝国在松花江上游专门设置造船厂，用以转运后勤物资以及送给北满各部首领的大量财物。类似郑和远航，这种撒币外交结束后，船厂也随之撤销。而所谓努尔干都司的设立仅仅是一个空名，没有任何实际的管理，其意义充其量为贸易据点或是捞取政治资本的名头，且仅仅持续20余年就因财政困难而撤销。满洲人对此闻所未闻。中国政治素来有撒尿圈地、地图开疆的卑劣传统，不管是通过任何名义，只要与其发生过联系，任何正常商业往来都会被记载为朝贡，任何出于善意的招待都会被记载为册封。明帝国采用封爵和金帛作为筹码，对女真各部采取分化和离间策略，以便实现分而治之的目的。
所谓分其支，离其势，互合争长仇杀，以夷中国之安。当时的女真分为建州女真5部、海西女真4部、野人女真4部，彼此纷争不断，正中中国下怀。辽东明军统帅李成梁家族为由朝鲜北部迁至辽东的中国化的满洲人，为了实现帝国制霸满洲之梦，频繁对建州女真进行武力干涉。中国历来惯于采用官方垄断来控制对外贸易，但这种剥夺市场自由的做法往往激起激烈的对抗。较为突出的就是所谓的倭寇和瓦剌蒙古与明帝国的战争，实际起因都是由于明帝国采取禁绝贸易的制裁方式，才导致沿海居民聚孝成道，蒙古铁骑频频南下。而一旦开关互市，马上海盗消失，边庭和睦。这种蛮横的以不平等贸易为威胁的行径，还在1521年引发了葡萄牙和中国的屯门海战。对于满洲，中国也通过官方垄断贸易对满洲实施经济盘剥。政治、经济、军事3重压迫之下，满洲人奋起反抗。1557年，建州女真首领王杲率先发难，以古勒山为中心起兵抗击明军，攻略辽阳、孤山、抚顺、汤站等地，斩杀10几名明军将领，威震辽东，并联合东部蒙古诸部进攻辽阳地区，试图收复辽东故地，但被明军辽东总兵李成梁击败，并被海西女真交给明军，遭到杀害。王杲之子阿泰返回古勒山城，整备人马，继续抗击明帝国的暴政。1583年，李成梁率重兵包围古勒山城，但久攻不下。建州女真贵族觉昌安和其子塔克氏与阿泰为姻亲关系，入城游说，希望和平解决。但投靠明军的图伦城主尼堪外兰趁机诱降阿泰部众，明军趁势攻入城中，阿泰英勇战死。李成梁下令明军屠城，觉昌安和塔克氏也被明军所杀，史称古勒山事变。努尔哈齐为塔克氏的长子，王杲的外孙，愤怒责问民国边吏自己祖父和父亲被杀死的原因，得到的回复只是以误杀搪塞。至此，努尔哈齐彻底认清了民国的嘴脸，同时也意识到满洲各部互相攻击只能使亲痛仇快。1584年，努尔哈齐进攻图伦城，击败尼堪外兰，并最终将其斩杀。在努尔哈齐的努力下，建州女真逐步统一整合，形成满洲抗击明帝国蚕食的强大堡垒。前期吸取了外祖父王杲失败的教训，努尔哈齐与明军统帅李成梁保持友好，避免直接冲突，示敌以弱。而明军则把军事行动的重点放在对海西女真和东蒙古各部，并重创了这些努尔哈齐的潜在干涉力量。因此，通过高超的政治运作和强大的军事战斗力，努尔哈齐利用5年时间统一建州女真各部，从一个13甲封地的领主逐步成为建州共主。1592年，第一次朝鲜战争文禄庆长之役爆发。日本太阁丰臣秀吉为了实现个人野望，
同时也为了给封建武士寻找更多的封地和机会，出兵朝鲜，计划以朝鲜为桥梁，进一步征服整个东亚。但日本的征服设想与中国式的大一统是有区别的。丰臣秀吉即使名义上统一日本，也只是让各地大明臣服，而并不是彻底废除各藩，各地的封建领主仍然自治。这与西欧的封建时代一样，此时的满洲也类似。努尔哈赤也是满洲各部族的共主，但政治传统上仍然保留着满洲传统的伯吉列、贝勒制度。而中国式的大一统不同，秦灭六国，废分封，行郡县，将所有社会组织扫荡一空，取而代之的是流官吏治，编户齐民。但日本这种希望东亚政治统一的理想，后来逐渐沉淀为泛亚主义，对东亚局势演变发生了重大影响。由于中国是李氏朝鲜的宗主国，所以中国随即派遣以李成梁长子李如松为统帅的远征军前往韩半岛，与日本军展开激战。明军本来对满洲的压力因此陡然减轻，但女真内部的争霸战争进入了白热阶段。1593年9月，海西女真叶赫部为首，组织科尔沁蒙古、西伯、长白山等9部联军3万，讨伐建州女真。努尔哈赤所部仅有1万，利用有利地形实施伏击战术，在古勒山取得决定性胜利。古勒山之战彻底改变了建州和海西女真的实力对比，从此建州女真的崛起和称霸不可阻挡。同年，熊本藩主加藤清正与宇土城主著名的基督徒大名小西行长为先锋，连续击败朝鲜军，兵锋直抵鸭绿江畔。加藤清正俘虏了朝鲜王子林海军与顺和军，随即率军越过朝鲜北部边境，进入满洲境内，今延边一带。由于认为当时的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是明帝国藩属，所以率军攻击。当时努尔哈赤率领的主力在征伐其他领主途中，未与加藤清正直接交锋。建州和海西女真虽然当时处于争霸战争中，但封建战争并不残酷，不妨碍同舟共济。因此，建州和海西余部联合起来反击加藤军，双方各有伤亡。加藤军遭到包围，只能突围撤退，史称兀良哈之战。经此一战，朝鲜宣祖李炎认为，女真1人可当日军30人。明军副总兵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梅认为，女真7000可抵日军10万，足见女真人战斗力之强悍。而努尔哈赤率领的建州女真主力曾经创造过多次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甚至有以4人击溃800人的传奇之战。由于双方均未能取得实质战果，长期僵持，日军各路大名普遍厌战。1598年，丰臣秀吉病故，5大佬决计撤兵。12月，日军撤出韩半岛，明军、朝鲜军截击日军舰队，爆发陆良海战。尽管对日军有一定杀伤，但由于明军指挥混乱，在局部混战中被反包围，导致民国副将邓子龙阵亡。朝鲜第一名将，中古时代东北亚海军军神李舜臣等多名指挥官，为了救援明军，也不幸阵亡。
持续7年的朝鲜战争严重削弱了明帝国本来就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而且万历皇帝因在册立太子问题上与文官集团不和，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不理政事，兼之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东林党兴起纯粹意气用事的党争，帝国统治能力逐渐衰弱。努尔哈赤趁此有利局面，带领满洲正式建国。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正式建国，国号大金，建元天命，史称后金。努尔哈赤称天命汗、昆都伦汗或富裕列国英明皇帝，即为清太祖。之后，太祖又获得黑龙江、东海女真诸部的臣属，国力进一步提升。满洲在共主联邦的体制下趋于统一，而此时明帝国仍然在战略上扶植海西女真叶赫部，挑拨满洲内部各族群纷争，以防止满洲进一步强大。1618年，天命3年，太祖努尔哈赤以祖父之仇、挑动女真内战等7大恨告天，正式对明帝国宣战，准备驱逐中国集权统治，恢复满洲自古以来对辽东的主权。亲率大军讨伐抚顺、清河等地，明军损兵折将，节节溃退。明寇正面战场无法取胜，遂对附近城寨中的女真妇女儿童进行大屠杀，进一步激起了女真人反击暴政的怒火。1619年2月，经过10个月的准备，明寇征调全国精锐8万余人，以及叶赫部朝鲜援军合计12万，以兵部侍郎杨浩为辽东经略，兵分4路，狼奔使突，向金都赫图阿拉进犯。得益于满洲情报网络，民国侵略军的一举一动尽在掌握。努尔哈赤根据明军分兵4路的情况，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金军8旗总兵力约6万，明军西路统帅山海关总兵杜松孤军冒进，很快被努尔哈赤亲率6旗主力迎击，攻破明军萨尔浒大营。杜松被射杀，明西路军覆没。明北路军由开元总兵马林统帅，在得知西路军覆没之后，马林分兵固守，但被金军以优势兵力击破。马林临阵脱逃，北路军悉数被歼。明东路军由辽阳总兵官刘听指挥，其士兵多来自中国南方，对满洲冰雪严寒气候极不适应。努尔哈赤诱敌深入，在阿布达里冈设下埋伏，出其不意，全歼明东路军。此时明寇有生力量仅剩南路军2万余人，以辽东总兵李如柏为主将。得知3路明军覆灭，李如柏下令撤退，并沿途对满洲平民进行大规模烧杀劫掠。金军闻讯发起追击，明寇自相践踏，死者1000余人。李如柏逃回清河，后遭弹劾，畏罪自杀。民国辽东经略杨浩被下狱处死。至此，仅仅历时4天的萨尔浒之战以满洲全胜告终，金军仅损失2000余人，明军则阵亡46000人，高级武将和文官死亡300多人，整个帝国的精锐和干才几乎一战全灭。
萨尔浒山西南留有高宗乾隆皇帝立碑题诗道：“铁背山头尖杜松，手挥黄钺振军风。于今四海无征战，留得艰难必造宗。”随后，太祖讨平了投靠明帝国的叶赫氏，完成了女真各部的整合。1621年，金军在9天之内连续收复辽阳、沈阳2大重镇，其中攻破沈阳、歼灭7万明军仅用1天，屠杀满洲妇孺的刽子手沈阳守将贺世贤被金军当场射杀。辽东父老纷纷杀死明寇守将，开城以迎王师。70余城争相归附，金军所向无敌。明寇所设的伪辽东都司土崩瓦解，仓皇逃回关内。满洲再度光复辽东。1625年，太祖迁都沈阳，改名为盛京。1626年，太祖准备将明寇残部彻底逐出燕辽走廊，赶回长城之内，开展宁远攻略。但宁远守将袁崇焕得到了1620年从荷兰沉船上打捞的红衣大炮，火力和射程显著提高，金军始料未及，攻城受挫。尽管明军损失远超金军，但明军拥有巨大的数量优势，金军无法承受消耗战，遂撤军北还。此后，金军开始重视炮兵的使用，建立现代化炮兵部队重军。得益于满洲高超的冶金技术和工匠精神，在本溪、抚顺等地制造上千门火炮，数量质量均远超明军。在此后的攻城战中，以重炮轰击城防，无往不利。太祖努尔哈赤返回盛京养病，同年病逝。皇四子皇太极被推举为大汗，是为清太宗。太宗即位后，又继续对燕辽走廊用兵，发动宁锦战役，但明军坚守不出，金军未取得明显战果，遂改变策略，转进至漠南蒙古，绕开关宁锦防线，从背后直插燕京地区，导致明帝国朝野震惊，也直接导致明崇祯帝迁怒明军主将袁崇焕，将其凌迟处死。满洲蒙古自古以来同属内亚，拥有共通的区别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经常以联盟共主的方式组成联邦帝国。辽金元3大帝国莫不如此。元帝国以来，女真人深受蒙古文化和宗教影响，包括固有满洲语也采用了蒙古文粟特字母书写，以及藏传佛教信仰等等。当时的蒙古帝国为察哈尔部林丹汗所统领，林丹汗不与同属内亚的满洲联盟，而是收取明帝国每年12万两白银的贿赂，与满洲为敌。且林丹汗违背了蒙古各部藏传佛教黄教信仰，改宗红教，引起各部的不满和离心。而满洲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无计前嫌，与蒙古科尔沁、卡尔喀等部结盟联姻，继承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血脉，自然成为草原上众望所归、人心所向。1632年，太宗皇太极击败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随后在青海病逝，是为大元蒙古帝国最后一任大汗。蒙古帝国从成吉思汗1206年建国
到1635年灭亡，共传45位大汗，429年。1634年，林丹汗侍从喇嘛莫尔根以白骆驼驮载马哈嘎拉金佛和金经来到盛京，投奔皇太极。传说白骆驼在皇寺所在地卧地不起。现在在奉天皇寺门口还能看到一尊汉白玉雕成的白骆驼驮着马哈嘎拉金佛，就是为了纪念这一事件。马哈嘎拉意为大黑天，源自印度教的湿婆大神，在佛教中为大日如来或者观世音菩萨的愤怒像。这尊马哈嘎拉金佛是1256年大元蒙古帝国帝师大宝法王八思巴所铸，原在晋地五台山供奉，后又迎回西藏萨迦寺供奉。马哈嘎拉金佛是大元帝国的护法神和蒙古战神，林丹汗时又迎往蒙古供奉。林丹汗败亡后，喇嘛莫尔根依佛旨护送金佛和金经来到盛京，成为满洲守护神。皇太极下令在白骆驼卧地处建立满洲护国皇寺，供奉马哈嘎拉金佛。1635年，林丹汗之子额哲将象征大元蒙古帝国国祚的传国玉玺交给皇太极，三大重宝齐集盛京，满蒙各地领主均认为这是天人合一的神意。1636年，漠南蒙古16部49贝勒齐聚盛京，一致拥戴拥有马哈嘎拉金佛、金经和传国玉玺三大王者之气的皇太极为满洲蒙古共主，称博格达彻臣汗，即神圣的可汗，标志着满蒙联邦的再次形成。在大元帝国取代金帝国412年后，后金帝国正式取代蒙古帝国，延续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谱系，成为新一代内亚共主。